大力将汤碗推了回去。齐婉清没预料到我的动作，她的手一滑，汤碗直接坠了地，摔得稀碎。我赶紧开口道歉，话没说完，齐婉清就打断了我：“你就在这里等我，我再去煮一碗。”随即转身便走。这还不赶紧跑，还等什么？我不管不顾地匆匆下楼，快步往别墅门外冲。然而一出后门，我便刹停了。岳母就站在门外，一副守株待兔的样子。他们知道了，知道我已经发现了他们的秘密。原来齐婉清是玫瑰花妖，之前的一切不合理似乎瞬间合理了起来。怪不得她明明那么美丽，却偏偏看上了我。怪不得她根本不在意我是否有钱，又那么迫切地和我领了证，主动让我住进她的家。原来她图的就是我这个人，我的命，我的肉体。那些一碗一碗由她亲手煮的养生汤，原来也并非爱意的体现，而是为了将我这个浊臭的人类洗干净。她正在把我培育成她的养料。那被我称作岳父岳母的那两个又是什么东西？心头骤然泛起一股子恶寒。我靠着墙滑坐下去，却始终不敢松开捂着嘴的手。那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女人是妖怪，那对让我感受到温暖的夫妇正商量着想要吃掉我。我凭着呼吸想要继续听下去，才发现楼下的谈话不知何时已经结束了。我将手机抓进手里，却意外发现一丁点信号都没有。明明临睡前信号还是正常的。我颤着手指决定拨110试试，还没按下通话键，卧室门突然被人敲响了。我家境贫寒，长相普通，收入一般，却意外获得女神青睐。她一家人都对我极好，我感激涕零，甘愿入赘。可婚后我发现了很多奇怪之处。岳父岳母每周都会离家几天，再容光焕发的回来。我的妻子每天早晚都会端给我一碗她亲手煮的汤，说是给我补身体。她看我的眼神总是热切无比，却从不与我同床共枕。虽然奇怪，我却依然觉得幸福无比。毕竟他们让我有了家。我在心底暗暗发誓要一辈子对妻子好。直到有天夜里，我听到了他们在秘密商量。生魂已经养齐了，晦气也排干净，差不多能吃了吧？我叫杜瑞，今年30岁。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我前30年的人生，那便是普通。普通的脸，普通的工作，普通的薪水。可就在上周，如此普通的我遇到了相当不普通的事。公司公认的女神齐婉清对我表白了。齐婉清身材极好，曼妙无双。天气比较热，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吊带长裙，当着所有同事的面，袅袅婷婷走到了我身边，裸露在外的双臂像瓷白无瑕的羊脂美玉。她就用这样的一双手递给我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物盒。杜哥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可以跟我交往吗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来不及狂喜和激动，我的大脑霎时一片空白，回荡着他那一句我喜欢你很久了。周遭的空气仿佛凝固成了粉红色的果冻，将我的所有感官都封在了里面。齐婉清凝视着我的眼睛，那双眸子如同带着致命的魅力，指引得我深深坠了进去。我怔怔地望着他，忘记了表情和动作。隔壁工位的小段一胳膊肘捅醒了我。老杜，听觉最先恢复正常，我听见了起哄声，有人在鼓掌欢呼，不知是谁的口哨声响彻整间办公室。我讷讷着张了好几次口，都没能发出叮铃声音。快接受啊！你还等啥？又是小段，一把将我推到了齐婉清面前。我颤着手从他手中接过礼物，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。齐婉清却用指尖堵住了我的嘴。我就当你接受了，其他的什么都别说。说完，他冲我甜媚一笑，转身离开了我的工位。他像个妖精，将我的灵魂也一起带走了。我的目光粘在他的背影上，直到他走出办公室，鼻腔仿佛还充溢着他的玫瑰花香味，让我阵阵发晕。他一离开，办公室瞬间炸成了一锅粥。可以啊，老杜。杜瑞，狗贼，抢我老婆！什么你老婆？那明明是咱老婆。杜瑞这货可真他娘的气人啊！平日里跟我关系好的几个同事，挨个上来抡我2拳，小段的拳尤其重。我咧嘴傻笑着，将那个小小的礼物盒紧紧地捏在手里。齐婉清说她喜欢我，她说喜欢我。全公司男同事的女神说她喜欢我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变成了这整个办公室所有人都羡慕的男人。我普通的人生从此开启了高光时刻。我没想到齐婉清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枚戒指，镶着钻的男款铂金戒指，戒圈内侧还刻着我的姓名缩写。我恍然记起，在她的无名指上正戴着一枚同款钻戒，心脏骤然狂跳起来。我不敢猜她的用意，却又忍不住的想，他这是在向我求婚吗？不会吧，怎么会有人把求婚和表白放到一起？我啪的扇了自己一巴掌。杜瑞啊杜瑞，你还真把自己当跟葱了，让女神主动表白就已经很过分了，居然还敢挑人家的理。我将戒指收好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给齐婉清发去了我们之间的第一条信息。刚才你是认真的吗？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。齐婉清的名字从她进公司的第一天起，便一直活跃在所有男同事的闲谈中。办公室里所有的男人都曾梦到过她，她那么美，她承载得起所有男人的幻想。这样的女人怎么会喜欢普通的我？这一定是一次类似于大冒险的游戏，或者一场愚人玩笑。我闭上眼睛，将手机按在胸口，逼着自己认清真相，却又在心底将诸天神佛求了个遍，祈求得到他肯定的回应。很快手机就收到了他的回复。我颤抖着手指将信息点开。当然，戒指和尺寸吗？晚上带着它和我一起去吃饭吧。我紧捏着拳在空中挥了一下，心头的狂喜溢于言表。老子晚上要去和女神约会了，不是女朋友。老子 solo 了30年，终于脱单了。下班时间，公司楼下人来人往。齐婉清一袭红裙站在台阶上等我，她如同一株热情奔放的红玫瑰，让我无限神往。我像陷在一场美梦里，凭着呼吸放轻脚步，生怕惊扰了她。她却像是后脑长了眼睛，倏地回了头，娇嗔道：“好慢哦，人家都等饿了。”
这样轻轻软软的一句，直接骚到了我心里去。我手足无措地盯着自己的脚尖，生怕他真的生气。可齐婉清已经旁若无人地挽上了我的胳膊，又用另一只手牵住了我的手。他柔软地靠在我的胳膊上，我的脸瞬间发起了烫，心脏简直快要从胸腔里蹦出来。活了30年，第一次经历这种刺激，我只觉得头皮都在阵阵发麻，四肢也变得僵硬起来。可齐婉清浑然不觉，她抓住我的手，嘟着嘴表达委屈。你怎么不戴我送你的戒指啊？我从口袋中掏出戒指盒，当着他的面将戒指戴进无名指，又展示给他看，他这才满意的笑了，拽着我往停车场走。他身上的玫瑰花香味香甜浓郁，将我整个人都包裹了起来。我的大脑昏昏沉沉，脚像是踩在棉花里，一整颗心都已经飘向了他的掌心，只由着他带我去往任何地方。直到看见他按响了一辆红色的保时捷，我才终于对齐婉清的家庭条件有了概念，一下子局促起来。毕竟我是那么的普通，工作7、8年，我的收入还保持在勉强温饱的阶段，没房也没车，这样的我何能值得完美的他喜欢呢？齐婉清像是看懂我的心事，她盯住我的眼睛，一双美眸里蕴着无限柔情。以后我的就是你的。这句话被他娇柔无比的喝在我的耳边，那一刻，我竟然胆大包天到想要当场将他拥入怀中，哪怕代价是让我在下一秒死去，我也愿意。那天齐婉清带我去见了他的父母，如果他不主动介绍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眼前那对看起来仅有30多岁的中年夫妇，居然已经有了25岁的女儿。我的父母都已经过世了，望着他们一家3口其乐融融的样子，我的眼眶不禁有些发热。没想到他们像太阳一般，强行给我那颗自卑怯懦的心送去了温暖。只要婉清喜欢，我们都是100%同意的。希望你和婉清可以尽早走入下一个阶段。让我们做你的家人，让我来爱你。她那样美丽的一双眼睛，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平凡的我。我被她用那样深情的目光注视着，内心潮涌不休。齐婉清对我的好，从不避讳任何人，她会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坚定地挽住我的手，对我无限依恋。她会在所有社交平台的动态里称呼我为宝贝。每天她都会很早起床，特意在家为我煲一碗养生汤，带到公司盯着我喝干净，她才会离开。她熬的汤又鲜又美。被他这样热烈的爱着，我感觉自己白活了30年。我居然第一次知道幸福是什么模样。他对我并非百依百顺，偶尔也会展露出少女才有的娇憨和任性。可越是这样，我对他越是欲罢不能，就像中了蛊，整个星海都只盛得下齐婉清一人。每晚我都会在梦中与他紧紧相拥，梦醒后却只留一世冷寂。我无数次幻想，若有一天我可以真正的拥有他，该有多幸福。所以半个月后，当齐婉清主动提议想要领证的时候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自己竟然真的被这泼天的富贵砸中了头顶。我半点都没犹豫，我一定一辈子对婉清好。领证的前一晚，我当着岳父岳母的面发了誓，将我的银行卡放入齐婉清手中，那里面存着60万，我所有的积蓄。然而我没想到齐婉清将卡塞回了我手中。你赚钱不容易，有这份心就够了。岳父笑呵呵地递给我一张他提前准备好的卡。婉清说你已经没有家人在世了，这张卡里有500万，是我给你准备的聘礼，你入赘到我们齐家来，如何？我手中捏着2张银行卡，眼眶湿润了。巨大的贫富差距让我心底有些不安，但更多的却是感动，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真的想给我一个家。我前30年的普通，就是为了等待他们。婉清双眼默默含情说道：陆睿，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？我伸手摸他的脸颊。傻瓜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想要每天都见到你，你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好不好？忍了很久的眼泪终于还是落了下来，我将他拥进怀中，心底酸软一片。我的小傻瓜，这样子的话应该由我来说，是我想要和你每天都在一起啊。当天下午，我推掉了出租房，正式搬进了婉清家的别墅。别墅位于城郊，庭院前后都有花园，种满了红艳似火的玫瑰花，整个庭院都蒸腾着芬芳馥郁的玫瑰花香，香气浓郁的直让我阵阵发晕。婉清神情紧张地端来了一碗汤，催促我趁热喝掉。不知是心理作用，还是说婉清特意给汤里加了药材。一碗汤下肚，我头晕的症状居然立时消散。我凝视着婉清的眼睛，心间完全被难以名状的幸福感填满。谢谢你，亲爱的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。岳父岳母对我很好，他们贴心地为我准备了书房和卧室，可宽敞的衣帽间里居然只有男士的衣服，我有点惊讶。婉清不住这里吗？岳母的表情有些不自然地解释道：我们家比较传统，你们暂时还是分开睡，如果1年后感情没有出现问题再合房。我知道岳母只是想要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女儿，我能理解，所以我只犹豫了一瞬，便认真地点了头。但说实话，不能和婉清同床共枕，确实让我有一点点失望。婉清像是知道我的心事，她害羞地抿唇一笑，脸微微泛着红，趴在我耳边小声逗我：如果你怕黑，我也可以晚上偷偷来陪你。我哑然失笑，伸手去揉她的发点。不用了，你乖一点，不要让叔叔阿姨担心。还叫叔叔啊？岳父眼睛一瞪，我立马改口：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遵守约定的。岳母和婉清手挽着手站在门边捂着嘴笑，岳父拍拍我的肩膀，笑声爽朗酣畅，我不由得也跟着一起笑出了声。这一刻我们像真正的一家人一样。我和婉清的感情进展太快，从她表白到我们领证只过了半个月时间，这样的速度实在太骇人听闻。全公司都开始疯传我和齐婉清的故事，什么鲜花插在牛粪上，富家千金和她的丑赘婿，办公室里的人看我的眼神也总带着异样，有人怀疑我有不为人知的殷实家底，
有人怀疑我有讨好女人的过人手段，更有甚者居然开始怀疑婉清对我的真心。我毫不在意，和婉清趁着工作间隙互发甜蜜信息，人虽然还在工位，心却早已飘向了他的办公室。小段看着我欲言又止，我瞥他一眼，示意他有话直说。杜哥，你有没有想过齐婉清凭什么喜欢你？我猜到他的用意，脸色微沉。凭他的条件，他找什么样的找不到？为什么要找你？杜哥，你当心别被他骗了。现在有那么多杀猪盘、仙人跳什么的。小段和我是一起进公司的，我们相处7、8年了，我相信他是为了我好。可他的话刺痛了我，我并不介意别人怎么看我，可我介意他们带着恶意去评判婉清。婉清选择了我，你们是不是都很嫉妒？小段被我的话噎了一下，他难以置信地望着我。杜哥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你和齐婉清之前什么来往都没有，她怎么会突然喜欢你呢？感情这种东西是需要时间培养的。我想要反驳却哽住了，小段的话再次戳中了我心中最隐秘的心事。我无数次想过这个问题，在婉清向我告白之前，我和她从来都没有接触过，她到底为什么会喜欢我，又图我些什么呢？小段的质问我居然不知道该如何辩驳。齐婉清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，吓了我和小段一大跳。因为我表白之前就已经观察杜瑞很久了。他走过来按住我的肩膀，盯着我的眼睛继续说，半年前我刚到公司，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。你看我的眼神那么干净，没有任何邪念和欲望。我怔怔地望着他，想不起来他说的是哪一次。他突然笑了，像微风拂过，将阴霾一扫而空。你那么正直，从来没有像他们一样用语言冒犯过我。不要妄自菲薄，也不要听他们说什么。你拥有最宝贵的灵魂，你值得所有最好的。齐婉清一出现，我心中的不安便顷刻间消散了。他像是有一种魔力，让我对他的每一句话都全心信赖，不存疑虑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怀疑过他对我的感情。他望着我的眼神是那么笃定，他坚信他爱的人有干净的灵魂。可是我很羞愧，因为曾经在某个梦里，我对他做尽了我白天想都不敢想的事。从我们开始恋爱到领证结婚，我的每一个梦都带着玫瑰花的香味。梦里只有我和他一起生活了1个月以后，我逐渐发现这个家有很多不寻常的地方。别墅地上3层，地下2层，建筑面积接近1000平米，我却从来没有见过佣人，甚至连小时工都没见过一个。可这很不合理，家里每天都纤尘不染，让我偶尔想要做一点家务活表现一下都找不到活干。岳父岳母也很奇怪，他们从来不在家里吃饭，每周还会消失几天，再回来便会容光焕发，看上去比之前更年轻。我旁敲侧击地问婉清，她说他们是去短途旅行了。什么短途旅行竟然能有这么好的驻颜功效？难道是去泡温泉？在我老家的山上就有一汪古温泉，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说泡古温泉美容养颜，延年益寿，倒是正好能讨一下岳父母欢心。在岳父岳母又一次外出后，我和婉清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她整个人都窝在我怀里，一缕缕玫瑰花香味直往我鼻子里钻，这着实考验我的定力。我用胳膊圈着她，找话题分散自己的注意力。我带你去我老家玩吧，那里有一个古温泉，爸妈会喜欢的。婉清从我怀中抬起头，眼睛熠熠生光。真的吗？我们什么时候去啊？我望着她毫不掩饰的向往神情，捏捏她精致挺翘的鼻尖。等爸妈回来，咱们就出发。婉清欣喜不已，雀跃着去收拾行李。我笑着看她的背影，内心化成了一滩水。多么好的女孩子！她不在意我没有钱，也不嫌弃我贫寒的出身，只是带她去山里玩，她也能这么期待。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恍惚，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可以娶到婉清这样的姑娘。为了遵守和岳母的约定，我和婉清的确从来没有过夫妻之实，婉清也从来没有像她当初开玩笑时说的那样，晚上来找过我。每天早晚婉清都会特意煮汤给我喝，我猜她一定用了很多名贵药材，因为我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变化，皮肤越来越好，很少出汗，因为久坐导致的赘肉也慢慢消失了。我能闻到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，那是一种类似植物的草本香气，很好闻。婉清非常喜欢我身上的味道，她总会抓住一切能跟我腻在一起的机会，将头埋进我怀里猛吸。我笑话她是不是把我当成了一只香喷喷的烤全羊，她说不是养料。养料是什么东西？我笑着去拧她的脸颊，只觉得她舍得可爱。日子好像突然变慢了，我重新拥有了家人，还有了深爱着我又让我魂牵梦萦的爱人，这样的幸福让我觉得无比满足。确定要带婉清回老家后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婉清背对着我浸在一汪水雾缭绕的深绿温泉中，她光洁的后背银白胜雪，被温泉水润湿，在月光下如梦似幻，指引着我一步步朝她身边走去。然而我还没能触碰到她，梦便戛然而止了。自从开始喝婉清熬的汤，我每晚都睡得十分沉稳，从不起夜。这时窗外好像有人在说话，以为家里进了小偷，我不敢开灯，蹑手蹑脚地下了床，把窗帘拨开一条缝隙向外望去。卧室窗户正对着别墅后院的玫瑰花圃，在最大的那块花圃边并排蹲着2个人，借着月色我看清楚了他们的身份，居然是岳父和岳母。大晚上的不睡觉，在花园里谈恋爱，二位还挺浪漫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打算推开窗子打个招呼，却听见岳父开口了。他的声音不算大，偏偏被我听了个清。喝了这么久的汤，他的生魂已经养齐了，晦气也排干净了，差不多能吃了吧？生魂什么意思？话里的他指的是谁？我正觉得奇怪，居然又听见了婉清的声音。吃什么吃？你就知道吃。我皱着眉头看向声音传来的位置，并没有他的身影。突然风起，玫瑰花枝随风摆动，遮罩着月亮的云朵也被吹散，庭院中骤然亮了起来。我终于看清楚一切，瞬间被吓飞了魂。
玫瑰花圃里竟然站着一个人，不，准确的说，是玫瑰花圃里长出来的一个人，长着齐婉清的脸。那张原本瓷白无瑕的脸上，如今爬满了玫瑰花瓣，那些花瓣仿佛与身体生长在一起，四肢和躯干被玫瑰花枝缠满了身体，又像是一颗巨大的花枝长出了新的枝杈，随着呼吸，身上的玫瑰花瓣也随之掉落。这哪里有半点人的样子？妖怪吗？我紧紧捂住嘴，将那声即将冲破喉咙的尖叫堵了回去。这是梦吗？她是婉清，我的妻子齐婉清竟然是妖怪吗？浑身的肌肉瞬间僵直，我想拔腿而逃，却半点都挪不动脚，只能死死地盯着花圃里婉清那张面目全非的脸。楼下静了片刻，岳母的声音响起：“这块地的养分已经不够你吃了，你还是得抓点紧。”婉清悠悠叹出一口气说：“再等等吧。”岳父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那小子喝了那么多碗清烩汤，现在的生魂闻着可真香啊。”婉清打断了他，是他从来没有过的凶厉语气：“他现在是我的养料，你给我离他远一点。”养料？我是他的养料？原来他那时说我是养料是这个意思。我的双腿抖成了筛子，冷汗一层一层往外冒。怪不得这栋宅子前后2园子玫瑰花都长势喜人，花美叶肥。齐婉清那身馥郁浓厚的玫瑰花香，居然是用人做养料养出来的。原来齐婉清是玫瑰花妖，之前的一切不合理似乎瞬间合理了起来。怪不得她明明那么美丽，却偏偏看上了我。怪不得她根本不在意我是否有钱，又那么迫切的和我领了证，主动让我住进她的家。原来她图的就是我这个人，我的命，我的肉体。那些一碗一碗由她亲手煮的养生汤，原来也并非爱意的体现，而是为了将我这个浊臭的人类洗干净。他正在把我培育成他的养料。那被我称作岳父岳母的那2个又是什么东西？心头骤然泛起一股子恶寒，我靠着墙滑坐下去，却始终不敢松开捂着嘴的手。那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女人是妖怪，那对让我感受到温暖的夫妇正商量着想要吃掉我。这栋让我重新获得幸福的房子根本不是什么家，而是令人胆寒的妖怪府。我的心脏竟骤然开始发起痛。她那样美丽，那么温柔，可她竟然是妖。我蜷缩在冰凉的地板上，咧着嘴角扯出一个苦笑。我最介意的是齐婉清到底有没有爱过我。冷静了片刻，我伸手去拿放在床头的手机，我必须先想办法逃出去。楼下的齐婉清再次出声，她说要带我回瑞明山。我的老家叫祁县，那座山的名字100十年前便已经变成了祁山。瑞明山这个名字我只在我太爷爷口中听到过。齐婉清她怎么会知道？我凭着呼吸想要继续听下去，才发现楼下的谈话不知何时已经结束了。我将手机抓进手里，却意外发现一丁点信号都没有。明明临睡前信号还是正常的。我抓着手机的手指慢慢缩紧，心头浮起强烈的不安。我颤着手指决定拨110试试，还没按下通话键，卧室门突然被人敲响了，我的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。杜瑞，齐婉清压低了好几个度的温软声音在门外响起。曾经我异常期待婉清能在夜深人静时来我的卧室，若是今晚我没有发现他们的秘密，我一定会万分激动他的到来，兴冲冲地跑过去开门，再欣喜难耐地将他紧紧拥进怀中。可现在对我来说，这万分熟悉的柔婉声音无异于恶魔的低语。我紧紧攥着手机，把自己缩在床与床头柜的夹角，紧捂着嘴巴不敢出声。为什么他以前从来都没有在晚上来找过我，偏偏今晚？我机灵一下，想起了之前的每一个夜晚，我那些带着玫瑰花香味的梦，难道那些都不是梦吗？你睡了吗，杜瑞？他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仿佛又近了些，简直像是喝在我耳边。我悚然大惊，全身的汗毛瞬间竖起，不敢继续缩在床角。我凭着呼吸掀起被子，快速翻身上床，假装自己正在熟睡。下一秒，门嘎吱一声开，齐婉清的脚步声极轻，我敏锐地感觉到她蹲在了我床边。我紧紧咬着牙，生怕自己会发出什么声音惹到她。可下一秒，我紧紧握成拳的左手倏然一凉，是她的手摸上了我的手背。身体的本能反应战胜了恐惧，我反手抓住了齐婉清的手腕往下一折，用另一只手按开了床头灯。你想干什么？我的爆吼声和齐婉清的惊叫声同时响起。齐婉清还保持着蹲在地上的姿势，她眼眶里蓄着泪，抬头看我。杜瑞，你弄疼我了。她的脸依旧那么冷，这副楚楚可怜的表情，任谁看了都不能无动于衷。心跳声重新回归，甚至慢慢变得镇定。我对齐婉清的爱意到底真实存在，我对她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怜惜。一颗晶莹剔透的泪珠顺着她的眼角滑落时，我差点没能控制住自己想要伸出去为她擦泪。不知何处而起的一缕微风，将齐婉清满身的玫瑰花香送到了我鼻尖。我瞬间清醒过来，眼前这个美若天仙的女人是个妖啊！但我也着实不敢戳穿，毕竟这栋别墅里不止她一个妖。我慢慢松开了她的手，谨慎地向后挪动了半米。你怎么来了？齐婉清蹲坐在地上，慢慢揉动自己的手腕，并没有发现我的异常。你怎么下这么重的手？为什么没有带人家给你的戒指啊？我心头一顿，视线投向窗户边的地板上。当时我太过于惊惧，戒指掉了都没发现，可他怎么会知道我没有戴戒指？我强撑着冷静不动神色地问道：你来就为了这个？他为什么这么在意我有没有戴戒指，甚至还专门跑一趟？齐婉清并不答我的话，她循着我的视线望过去，怎么掉到那里去了？随即起身将戒指捡了回来，又抓着我的手帮我把戒指带回去。我坐在床头，强忍着惧意顺从他的动作，突然有了一个猜想：这个戒指很重要吗？齐婉清闻言一愣，脸颊飞起一抹红晕，她探身上来想要亲我的脸颊，我被她的动作吓到向后撤了半米远。齐婉清万分震惊地和我面面相觑，
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。齐婉清的表情肉眼可见的难看了起来，她的嘴角向下抿着，眼角眉梢写满了委屈，眸中甚至蓄起了水光。我在心里叫苦不迭，真是造孽，忍一下就过去了，现在怎么办？万一惹怒了他，就地把我生吞了怎么办？他可是妖啊！我讷讷着想要补救一下，却见齐婉清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，她嘟着嘴轻哼一声，哼，不理你了。随即快速转身离开了房间，留我一个人坐在床头，长长的吁出一口气。刚才我的心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。他怎么了？怎么走得那么急？难道说……我定着脚走到了窗边，果然发现齐婉清又躺回了那片花圃。因为它的本体是植物，所以需要土壤嘛。月光轻柔地洒在庭院里，将一切都照亮了。我看到了婉清的脸，她躺在那里静静地盯着星空，嘴巴时不时地嘟起，似乎还在为刚才的事情而委屈。我竟突然觉得有些心软，我在心底抡了自己2巴掌。杜瑞，你他妈疯了吧？心疼妖怪，真是病得不轻。确定自己不会有性命之危，我竟突然觉得困了。这股子莫名其妙的喷来的急性，我甚至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神智，只觉得脑袋中阵阵发昏。我尽力保持着清醒，用手掐着自己大腿内侧的软肉，竟然也不能敌，彻底昏睡了过去。我又一次进入了相似的梦境，我和齐婉清面对着连绵葱郁的瑞明山，在云雾缭绕的温泉中缠绵。梦中的齐婉清温柔似水，刚入梦时我还尚带着几丝轻蔑，却被她牵引着一点点沉溺下去。她的眼角挂着泪珠，被我一颗颗吻去。梦里弥漫着的玫瑰花香和别墅庭院中的味道一模一样。等我终于从梦中脱离，来不及回忆梦境内容，我翻身抄起手机，发现信号已经恢复正常了。我想报警，可又犯了难，疑似妖怪杀人案件，这种事情该归警察局管了。警察肉体凡胎能威慑得住妖怪吗？犹豫了几秒，我决定先离开别墅，逃到安全的地方再做打算。快速下床，拉开卧室门，我惊在原地。齐婉清端着一碗汤正站在我门口，她像是等了很久，见我开门，眼睛倏地一亮，笑得明媚无比。你起来，快喝汤吧。她竟像是完全忘记了昨晚的不愉快，与过去的每一个清晨一样。原来她每天这么早就在我门口等着了。我看着那碗汤，只觉得嘴里发苦，心脏也在阵阵抽疼。齐婉清见我许久不动，眼神中透露出几丝疑惑，偏着头看我。你怎么啦？没睡好吗？我皱着眉看她，突然想起昨夜梦中她眼角的泪，我着了魔般讷讷发问：你昨晚做梦了吗？齐婉清的眼神飘忽了一下，耳朵尖鼻脸颊更早的出卖了她。她在害羞，看来我没猜错，这么长时间以来，那些旖旎梦境都是她的手笔。因为她是玫瑰花妖会入梦，还是说我举起手露出那枚戒指？是因为这枚戒指吗？齐婉清咬着下唇看着我，她仿佛并不在意我知道了戒指的秘密，声音委屈不已地问出一个毫不相关的问题：你不喜欢吗？我无语哽住，被妖怪的脑回路打了个措手不及。这是喜不喜欢的问题吗？被妖怪操控梦境这种事情，很他娘的可怕，好不好？齐婉清却像是没打算继续深究，她将汤碗塞进我手中，急急地催促我：你先把汤喝了吧，待会儿凉了。我不喝。我第一次吼了她，大力将汤碗推了回去。齐婉清没预料到我的动作，她的手一滑，汤碗直接坠了地，摔得稀碎，汤汁混合着碎瓷渣子一地狼藉。齐婉清的表情瞬间凝固，这一瞬间的寂静异常熟悉。我陡然意识到自己刚才干了什么，直在心里抽自己嘴巴子。蠢货，明明应该假意顺从，让他放松警惕，再伺机逃命才是，怎么能在这里惹他生气？紧急将理智寻回，我赶紧开口道歉。话没说完，齐婉清就打断了我：你就在这里等我，我再去煮一碗。随即转身便走。我怔了3秒钟，终于醒过神来。他走了，这还不赶紧跑，还等什么？我不管不顾地匆匆下楼，快步往别墅门外冲，眼瞅着就要逃出这个妖怪洞，却和正在进门的岳父撞了个满怀，真要命！我倏地刹住了脚步，往后退了好几步。你这是干什么去啊？跑这么急？岳父语气如常，我却已经不能用以前的心态面对他了。昨晚就是他那么坚定的想要吃我，3只妖就属他最危险。我急速回头理也没理他，直直往后门跑。那个门通向后院的玫瑰花田，正是昨晚齐婉清躺过的地方。后院的墙不算高，我或许能翻出去。然而一出后门，我便刹停了。岳母就站在门外，一副守株待兔的样子。她看我的眼神不再温和，反而带着审视和怀疑，就像是在看自己的食物。他们知道了，知道我已经发现了他们的秘密。